大家好，我是高松。这个视频我们迎来王香斋全学人生的第3部分。从1929年到1944年是王香斋新全学思想养成的最重要时期，这是王香斋人生最精彩的部分。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发起，使得中国人越发快速地形成了对西方文化接纳的新思潮。到了192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由被动接收逐渐转变为主动吸收，古人们也在这一阶段有着诸多自己的行动。我们从1929年的国术友谊大会开始说起。晚清开始至民国初年，中国南方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到1920年至1930年间，南方尚武之风兴起，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国术馆纷纷成立，开门授武，广招天下英才。一时间，大批北方拳师纷纷南下。王香斋在天津授徒期间，北方时局动荡，也注意到不少同乡南下传拳，更有一部分人在中央国术馆获得要职。恰逢此时，又接到了国民政府举办的国术友谊大会的邀请，便有了南下发展的念头。那么，何谓国术友谊大会呢？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1929年杭州国术友谊大会的举办是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大会起初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为响应孙中山提出的尚武救国、强国强种的号召而发起的。1929年1月7日，张静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以当局的名义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擂台大赛。当权者批复了张静江这一提请，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国术馆发出了通告。由于是国民政府督办，各地国术馆纷纷积极响应。据史料显示，这次大会主要是张静江委托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以及孙禄堂等人筹办。经过一番商议，大会定名为浙江国术友谊大会，由杭州国术馆承办。同时，大会设评判委员会与检查委员会2个机构，李景林任大会评判长，孙禄堂、朱明义2人任副评判长。邀请刘从俊、杨成甫、杜兴武、王香斋、吴建全、刘百川、尚云祥、马玉堂、许宇生等人任裁判委员。此次大会在武术界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擂台赛，所要人员集齐了各地国术馆、各类民间门派。1929年深秋，王香斋与师兄张占奎以及他们的弟子赵道兴、李文亭、李子阳等人启程前往杭州。王香斋担任评委，并在大会表演了一拳的势力、势身和剑舞，技惊四座。张占奎与赵道兴等代表天津国术馆出战。大会不分门派，不论南北拳种，以抽签的方式确定比赛，以最优、优等、中等、差等4个级别对武人拳技进行评判。大会呈现出一批优秀的武人，如王子庆、朱国禄、丁峰山等人。当时王子庆得第1名，朱国禄获得第2名，赵道兴获得第13名。但也呈现出了一个怪象，就是大多武人实战能力非常弱，在擂台上毫无章法可言，越是名气大的拳种，越是放不开手脚。赵道兴在晚年回忆大会时讲，要么被打破了头，要么被吓破了胆。王香斋作为评委，目睹了整个比赛，也注意到这一怪象。部分优雅华丽的拳种嫡传，在技击实战中却难以打出实效，纷纷败北。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拳家无数，难见有一拳式而得其衡者，况今奥乎？招式方法多至不可名状，技击难以谈及之当。从这些话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王香斋已经开始全面审视旧拳术的技击能力。在他看来，大多数拳手落败的技术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身体失衡，二是套路的束缚。尤其是第2点，王香斋认为套路及招式在实战中变得毫无意义。王香斋的教拳生涯始于军队，我们也曾说过，在军队上层的要求下，王香斋等人早已开始革新旧拳术体系，
以适应战场搏杀，对权术实战有着深刻的认知。此次大会召开之前，王香哉也已经创立了抛弃套路习练的新拳学，也就是义拳。通过这次大会，王香哉观察、对比、总结参赛武人的训练内容及实战水平，认为更能代表传统拳术的民间武人热衷于冗长套路的演练和固定招法的拆解，这是限制传统拳术技击实效的重要原因。此时的王香哉已经对传统拳术的弊端有了基本判断，为其后续对义拳的继续改良与创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结束后，王香哉带着赵道兴等来到上海，一是为了参加上海国术大赛，二来打算寻求在上海教拳的机会。来到上海后，王香哉遇到了触发其拳路拳理革新的两个重要人物，钱彦堂和吴义辉。钱彦堂何许人也呢？钱彦堂是郭云生早期的弟子，其实就是郭云生当年坐牢时那个钱县令的儿子。我们说过，当时郭云生白天在死囚牢里带着手链脚链练功，晚上钱县令会把他放出来，请他为儿子教拳。后来钱县令调任上海，钱彦堂随父去了上海。到上海后开了一家中医馆，钱彦堂是王香哉义拳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师门关系上来看，钱彦堂是王香哉的师兄。早在王香哉与郭云生习艺时就听说过钱彦堂。王香哉来到上海后找到了师兄钱彦堂，讲他是郭云生的徒弟，想在上海以教拳谋个出路。与大多数形意拳老辈分的人一样，钱彦堂并不相信王香哉讲的是真的。他说，如果你功夫不行，单凭郭老的名字，我不认你这个师弟。如果不认你这个师弟，你想在上海滩靠武术吃饭，怕也难以立足。钱彦堂提议搭手听劲。所谓搭手听劲，是武人之间比较文明化的对抗方式。两人搭手听劲后，钱彦堂讲，师弟身上有师父的陈强劲，确实是郭家的门人。就这样，钱彦堂欣然接受了王香哉，把他安排到了河北同乡会暂住。钱彦堂对拳术颇感兴趣，常与王香哉搭手研拳，太极、形意、八卦、少林等等十分相得。事实上，钱彦堂虽然开着中医馆，但也学习西医。他常以中西医理论以及生理学对拳术本质予以剖析，使得王香哉耳目一新。钱彦堂对王香哉的诸多革新拳术的做法也大加赞赏，曾在报端赞扬王香哉的功夫。夫子之强，高万仞，为君入室，且登堂。钱彦堂中体西用的理念渐渐地影响着此时的王香哉。王香哉潜藏已久的拳学思考不断被触发，他感到钱彦堂对装法、气、力、意的解释与理解，正是他一直所探寻的。王香哉在与钱彦堂研拳的过程中，出现了影响义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吴义辉。我们提过，王香哉晚年回顾其拳术经历时曾讲，我在国内参学万里余，拜见拳家逾千人，堪称通家者仅有2个半，即湖南谢铁夫、福建方洽庄与吴义辉。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谢铁夫和方洽庄，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吴义辉。吴义辉是辽宁铁岭人，光绪年间拜六合八法拳师严国兴为师，与其师精习六合八法拳。而后经师父严国兴推荐，又拜新义六合八法门宗师陈光第为师，进一步学习新义六合八法。虽然两位师傅拳术同根同源，但技艺法度不同，玄妙各异。吴义辉将两位老师所讲共制一炉，形成吴氏六合八法。六合八法拳属北方拳种，历代传承秉承一个宗旨，非英豪无私会贤者不传，因此其传习范围较窄。到吴义辉这一代，由于时局变动，为救国图存，惠及百姓，吴义辉便开始在沪宁两地公开传授六合八法拳。吴义辉可谓是民间武人的精英个体，此人心系国家，志在以武救国，终身致力于拳学传播。
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曾3次聘请他出任中央国术馆的教务长，曾赞誉一代宗师千秋武圣。王香哉来上海时，吴亦辉在上海滩拳界早已威名远扬，其救国之志为同道中人大为赞赏。吴亦辉与钱彦堂是旧相识，二人无话不谈。吴经常来钱府做客，王香哉来钱府不久，便在师兄的介绍下与吴亦辉相熟了。3人时常谈论拳术，也时常就拳术谈论国事。吴亦辉富于爱国情怀，王香哉深受其感染。王香哉对拳术的认知也颇受吴亦辉的认可。吴亦辉赞扬王香哉的拳学之志，并支持其在上海开馆授徒。在吴亦辉看来，王香哉开馆授徒可以发扬拳术精神，以享武林人士，强民体，壮民志，以备战乱之需。在钱吴2人的支持下，1932年，王香哉成立义拳社，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街牛庄路正式挂牌，登报公开招徒授艺。恰好韩新桥、韩新元2兄弟跟着钱彦堂在学中医，钱彦堂便把2人推荐给王香哉，其2人也变成了王香哉在上海所教的最早的徒弟。而后尤鹏熙、张长信、张长仪、卜恩富、马继良、高振东等人先后拜师入门。这段时期，赵道兴、高振东、韩新桥、张长信4人被拳界称为王香哉门下的4大金刚。王香哉在义拳社传艺期间，常向钱吴2人提出一些革新传统拳术之法。钱吴2人对王香哉大多想法均非常支持，对其有争论之处，便不断与其打手施正，并查阅拳谱，寻找诸家拳种习练者进行切磋。韩新桥的回忆录里讲，在钱彦堂先生家学中医的过程中，总能见到3位先生一起讨论与试手的情景。他们经常会对各家站桩进行一系列的梳理，并不断地尝试各种发力方式。此时，王香哉的思维非常敏捷，对拳术的理解几乎是日有所新。这一时期，他已经建立了站桩、试力、走步、试身、实坐的训练体系，确立了武妙法门的系统。同时，他还提出习拳要在单练中练劲，在试力与推手等双人练习中找劲，并在对练中获得检验与提高等等。大部分的徒弟们总是跟不上王香哉的教学，王香哉总感慨徒弟们悟性差。钱吴2人对其讲，你这种革拳之法，拳术天才也未必跟得上。可见此时的王香哉正在尝试对旧拳术进行一系列革新，他的思维在这一时期是异常活跃的。这里我们可以找到2个原因，一是钱吴2人的鼓励、支持和协助，其体内潜藏已久的拳学认知不断被激发出来；其次，得益于义拳社授权，有了诸多徒弟，而且这些徒弟在入门前大多已是略有小成的武人。王香哉的革新思想可以在教拳的过程中得到实践与验证，而就在此时，西洋拳也开始进入到王香哉的眼里。西洋拳在当时是中国人对西方拳术的一种共性认知，尤其指拳击。在国民肌弱的特殊年代，西洋拳与中国拳术的交锋不仅仅是个体胜负的争夺，更是集体的人种的强弱区分。王香哉在上海这一时期正值1930年代，这时候是上海滩武术界鱼龙混杂的特殊时期，武术界的人员结构相当复杂，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支持的帮派武人群体，也有蒋介石支持的军阀武人群体，同时还有欧洲、美洲的拳击手以及日本武士。上海青年会体育部是这些武人聚集之地。那么什么是上海青年会体育部呢？上海青年会体育部是中国最早的民间体育俱乐部，受到商人、部分官绅以及国外基督教徒的赞助与支持。体育部会定期举行茶会、各类体育活动以及比赛等等，经常会有一大批爱国青年聚集在体育部之中，参与各类活动，其中不乏有诸多门派的武术人士，同时也有欧美日等外籍人士。体育部还开设拳击、排球、体操等课程的义务教学，主要是国内人士参与，也聘请了大量国外人士担任教练。
当时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拳击手，名字叫英格。英格是匈牙利人，在体育部中担任拳击教练，据称是世界羽量级拳击冠军。平日里，国内诸多武人聚焦于此，不少武人与之比试，皆为其所败。王相哉来到同乡会之前，便有几个同乡与英格较艺，也是纷纷落败。王相哉被师兄钱彦堂安排在同乡会暂住，一住下来便听到同乡讲，西洋有个拳手拳艺好得很。不少武人意图战胜英格，只是苦于技不如人，只好作罢。然而此时王相哉刚到同乡会，对西洋拳并未有什么概念，同乡们对其功夫也并不了解。直到有一次王相哉出手与一位僧人较艺，才引起了同乡们的注意。据当时同住同乡会的张长信回忆，一日傍晚时分，有一个穿袈裟的僧人，具体从哪里来不得而知，来到河北同乡会，点名要与北方拳师切磋拳艺。几个河北同乡与其切磋，连续被击倒。而王相哉赶到现场后，看到同乡们纷纷落败，便与僧人动起手来，二人搭手断手，而后僧人被击倒在地。僧人不服气，拿起禅杖冲向王相哉。王相哉在墙角随手取了一支拖把杆，再次击倒了僧人。经过这件事以后，同乡们力促王相哉与英格比武。钱彦堂也很支持，于是河北同乡会向英格发起较艺之约。很快，英格回忆愿意比试。王相哉虽然在军队供职时偶尔见过西洋拳的打法，但并未亲身体验过。为了备战英格，王相哉便在积极练功的同时，多次偷偷地来到青年会拳馆中观察英格或其他西方拳击手的搏击或训练，而后从拳术的角度分析英格所用拳术的独特之处。在他看来，西洋拳的打法简洁，脚步移动快速，诸多训练方式有针对性，但其整体劲力不足，下盘功夫相对较弱。在比较示意之前，王相哉大体已摸清其出拳规律。两位比试开始后，在第二个比赛时间段之时，王相哉便在英格出拳之际将其挂起并打倒在地，结束了比赛。英格后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我所见到的中国拳术》一文，记录此事。多年后，王相哉在授徒的时候曾与徒弟们感叹，英格先生之所以能够屡胜国人，与其凌厉的打法、诚实笃厚的拳术精神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西洋拳的实用性、简洁性值得国人参悟与学习，可见王相哉对西洋拳的实战性是非常认可的，这与他一直以来强调拳学实战的立场吻合。1932年的一天，上海银行家俞伯鲁到义拳社找到王相哉，提出他有意培养一批拳术人才，通过拳击比赛以雪东亚病夫之耻。王相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二人约定由俞伯鲁出资，王相哉倾囊授意，组建一支强悍的中国武术队，由中国一路打到美国去，扬中华武人之威。王相哉和俞伯鲁商定，至少要进行2到3年的系统训练，才能出去与西方拳击进行较艺。俞伯鲁认为王相哉的提法可行，答应为其提供后备支持。于是王相哉从1932年左右便在义拳社对徒弟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同时物色合适的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挑选，张长信、卜恩富、张恩同、韩新桥、韩新元、周子言、裘志和等人入选。其中的周子言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王相哉3败周子言的那位周子言。为了应对西洋拳，王相哉对这一批徒弟进行了一系列相对集中的训练，并进一步积极研究如何应对西洋拳。这一时期，王相哉经常带徒弟们到上海青年会拳击场去观看拳击手的比赛，然后回到义拳社再琢磨研究，与徒弟们模拟拳击打法进行对抗，并有针对性的对拳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拳击比赛中握拳的拳架在形意或义拳中是没有的。为了适应拳击比赛，王相哉在义拳中加入了类似于西洋拳握拳的拳架，并且在后来的集训中采用了打沙袋的方式。此时的王相哉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吸收西洋拳的优点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徒弟们的技艺，1935年，王相哉与俞伯鲁商议找一个僻静之地，
对徒弟们进行集中训练，于伯鲁同意。1935年秋，王祥哉带领张长信、布恩富、韩新桥、张恩同4个徒弟回到其家乡河北深县开始集训。在深县集训期间，王祥哉对徒弟们要求极其严格，站桩后要进行施力、试身练习，然后练发力、走步、对练搏击。每日训练过后，全身疼痛难忍。他要求徒弟们在搭手施力或实战中，尝试着蒙住双眼来习练击击，不以目视而以神谕，练徒弟们本能的反应。为增加练功难度，每日要做汤泥步，穿木拖鞋，行进数里。他讲，要在不利索之中求利索，不自然之中求自然，那么自然之中就更自然。当时训练强度非常之大，张长信练功不足1个月便不辞而别。即便张长信没有完成深县集训，也在后来获得上海市拳击公开赛的冠军。在深县集训后期，王祥哉在教学过程中便已经开始尝试站桩、试力、走步、试身、发力、推手与散手这种阶段式训练方法。这个时候，一拳体系已经形成了7妙法门的雏形，并且还大胆地融入了拳击中的步法、拳架、躲闪等内容。此时的王祥哉对拳术锐意革新，他常与徒弟们讲，实战不真，乃套路僵化所致。要想改了这老拳架，首先得革了自己的命。从之后各类武术比赛中的战绩来看，王祥哉的此批弟子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不俗的成绩，尤其是布恩富，更是在拳击与摔跤方面拿了双料全国冠军。虽然这些学生在入门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功底，但是他们后来能够快速取得成绩，不得不说与新拳术体系的训练有直接关系。1936年，上海沦陷，银行家于伯鲁破产，宣告无法继续支付深县集训的开销，于是集训不到1年便被迫终止，去美国打拳击比赛也不再可能。王祥哉、张恩同、布恩富、韩新桥师徒4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1937年，77事变爆发，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动荡。王祥哉受到老友齐振林邀请加入四存学会。那么四存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四存学会是一个以严理学派为事工主张，以经世致用为行为理念的学会。所谓四存是指存人、存性、存学与存智。这一思想的首先倡导者是清初思想家严元。严元秉持文武兼修、革旧初新的观念，在具体实践中，既反对照搬西方观点，又反对顽固守旧，在学界引起过不小的触动。而后四传思想一直影响着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那些参加过文科和武举的人。1920年初，徐世昌当选国民大总统，正值国民政府破旧图新之时，徐世昌力推严理学派思想，授意张凤台、季建全2人出面组织，吸收林纾、严修、赵尔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倡导发起并创立了四存学会，将四存思想实体化。四存学会最早是在北京东城区金鱼胡同那家花园。民国年间，上层人士经常会在那家花园里面开展一些救国活动。对于武人来讲，四存学会无疑是一个以武会友、个体施展救国利民行动的好去处。从历史上来看，四存学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之争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态度。自发起之日便非常重视文武双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强大国民精神，唤醒国民麻木的神经，以抵御外来侵略，四存学会应时局之需，筹备体育班的开设，同时教授技击与养生。然而缺少合适的人选来教授体育班。时任四存学会会长的齐振林便联系了好友王祥哉，恰逢王祥哉此时在谋求新的出路，于是新人前往，王祥哉也就再次回到了北京。北京拳派是一个小圈子，王祥哉刚到四存学会教拳时，北京拳派诸多拳家并不接受他，直到他遇到了金启亮，他才很快的融入到了这个圈子里，
那么金启亮何许人也呢？金启亮乃是皇族后裔，原名爱新觉罗玉福，齐人，临清弹腿门人，还练过通背、搓脚，尤善春秋大刀。其弹腿快速有力，弓架完整，可以在击击过程中突破对手防守，踢中对方面部，而且能用脚尖踢漏1寸多厚的松木板。北京习武人送一个名号曰弹腿金。王香斋与金启亮都非常爱好昆曲，二人在天桥剧场相识，慢慢的从看客变成了朋友。两个人聊曲艺，聊诗词，聊武术。金启亮注重实战，不拘泥于一家功夫，对各家拳种颇有研究，经常以武会友，同时对拳术内功的修养也颇有研究。王香斋看重其人其才，非常愿意与其交往。同时，金启亮在京城居住多年，又是皇族，常带王香斋出入各种拳场，也使得王香斋较快结识了一批京城的拳师。王香斋来到四川学会后，便开始零星收徒受益。张弼、齐振林、齐直度等人便跟着王香斋开始学习击击与养生。而后，洪连顺、姚宗勋、窦世明、李永忠等人拜入门下。此时的王香斋一改传统教拳风格，根据身线集训的经验，将拳术训练分为站桩、势力、走步、势身、发力、推手、散手及7妙法门的雏形来授权训练了。王香斋终于开始全面践行其新拳术体系。新拳术体系完全去除套路，仅抽取传统拳术的某些招式作为习练元素单练。同时响应四川学会体育班的宗旨，新拳体系兼具养生功法，强调习拳过程中调动身体本能，获得本能之力。张弼与齐振林在与王香斋练拳过程中非常受益，认为王香斋的拳术拳理明晰，是适合现代之拳术。张弼1940年4月2日在《时报》上推荐王香斋其人其拳，他讲：我自17岁走入社会，到处注意拳术武功超绝的人物。辛亥以后，从没离开过政治革命工作，而奔走于两广、云贵、川及东北、西北等地，也是无时无地不留心武功人才。虽曾见过不少的派别专家，始终也没遇见一种合乎人生、适合现代的拳术。即与王香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同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偶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功力，正合乎我生平心里所想的条件。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张弼对王香斋的新式拳术教学是十分欣赏与肯定的。张弼在《时报》上推介王香斋的过程中，将王香斋所练之拳命名为大成拳。推名大成，使得王香斋在拳界的热度获得极大的提升，同时也遭到了诸多拳家的诟病与谩骂。我们先来看一看张弼推名大成的原文。就我个人之体认与何绍文先生之证明，王香斋先生之拳术可谓得武功之精要，合乎卫生，合乎技击，更合科学及现代，以精神统一训练神经系统，可以使器官神经得以健全，功能增加，人格也可完善，故其不揣冒昧，以大成拳3字名之。此报一登，北方拳界中不少武人便表示出非常愤慨。后来成为王香斋弟子的汤汝坤曾谈到了他当时初听大成拳的感受，是在日寇侵华77事变之后，北京国术界中时闻大成拳之名，未见其技，即已对其名有莫大之反感。孔子大成至圣之称号，乃后人追谥之语，其在生时故也未尝以大成自命，学海无涯，而竟以大成命名拳术，狂妄可知。后来张弼也意识到诸多武林人士的反应，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讲法，在报纸上重申了他对大成拳的认知与想法。我们来看一看原文。将其称之为大成，非以其拳术及大成，而是以拳术之理合乎人体全面发展，遂将其称大成。称其为大成，意在激起习此者回首东方拳术固有之精神。据考证，
大成拳一词也并非为张弼所提，最初由李叔同与何绍文二人共同提出，被张弼认可并登报推崇而已。王相哉初听此名时也说过，学无止境，何来大成之说？但又却之不恭，便保留此名，但未对外声张。到1946年左右，王相哉门内则较少用大成拳，而重新启用了义拳这一名称。王相哉拳学能够被多人推名为大成，也可见其拳术拳理必有精妙独特之处。受张弼、齐振林与四存学会的支持，王相哉的格拳与拳学践行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其新拳体系逐渐走向成熟。虽然拳术界对王相哉的大成拳充满质疑，甚至诋毁诟病，王相哉并未因此而停下来。1940年秋，王相哉又做出了一个震动拳术界的举动，在北京、天津的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王相哉在《时报》发表声明，提出欢迎武术界人士亲临赐教，以武会友，共同研讨武术发展，借以倡导拳术，阐明武术真义。从现代角度来解读，王相哉当时的主旨是在交流与教义中总结拳术之原则，锻炼之要领，共谋拳术之发展，以振国民之精神。可惜王相哉这一举措正值抗日时期，不但没有得到大部分武人同行的理解与支持，反而被诸多武人误会，充满质疑。王相哉登报倡导切磋的消息一出，声讨与切磋者应声而来。王相哉定了一个规矩，吩咐周子言带领韩新桥、姚宗勋、李永忠等弟子招待，如果有愿意教义者，可与4人中任何一人先过招，如能胜过任何一人，便可与王相哉交手。这4位徒弟，周子言大家应该记着吧，他是王相哉早在军阀部队执教时收到的弟子，此时他已经跟随王相哉近30年。韩新桥是王相哉在上海义拳社收的弟子，参加过深县集训，已经跟随王相哉近10年。姚宗勋和李永忠是王相哉在四存学会收的弟子，跟随王相哉2-3年左右。姚宗勋更是在1941年被王相哉赐名为季香，暗示其为衣钵传人，能够带师比武。此4人的拳术水平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于王相哉不同的教拳时期，可见王相哉在教拳格拳的过程中确实培养了很多拳术人才。从1940年王相哉此次登报开始，众多武人来到其住所切磋交流，几乎每周都有比武进行。直到抗战胜利后，王相哉一直秉持着开门教拳，随时接受切磋教义的态度。各派拳术高手也有不少前来切磋，互相验证与提高的。前来示意者不乏有号称鹰爪小白猿的张玉彪，西北铁爪王的鲁其俊，以及大枪王杨月波等人，一时引起实战之风。王相哉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拳种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最重要的是，王相哉的大成拳或者义拳这一以站桩、示力、走步、示身、发力、推手、实作为主体的新拳术体系逐渐为拳界所认可。这一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去除了套路，这也是当时诸多武人不能接受的真正原因。说1937年以后的中国拳界的故事，不得不提日本武人。高朋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认为，统治一个区域要先对其内武人进行网罗与控制，从而对此区域形成牵制。他们对北京武术界的插手便采取3种方式，一种是软性渗透，采用精神上同化，大肆鼓吹王道乐土与宣扬大日本武士道精神；另一种是武力屈服，对于无法渗透的武人，他们妄图以武力取胜，从而达到精神摧毁。以上2种方法均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则派特务暗杀。经过周旋，日本军界最先渗入到了通背拳。1938年2月28日登《时报》正告武林同道，
提倡通背拳法，锻炼体格起见，特发起组织中国通背拳术研究社，并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西顾问指导一切。而后部分太极拳武人也被日本军界控制。听闻王香哉大成拳善打，他们派人偷看了王香哉的教学，颇为认可，便邀请王香哉到日本军界做事，或到日本军队中教拳。王香哉不肯，日方便不断派出武人以民间武艺交流的名义与王香哉进行武技较量，意图征服王香哉，为其所用。在当时情形下，调集日本民间武士来中国比武，意图以武力控制中国武人，是当时日本军界惯用的一种手段。同时，日本历来对中国各类技术以及文艺抱以觊觎的态度，企图一应兼收，也妄图从中国武人这里学到一些武技，这是他们热衷于比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后人统计，当时来王香哉住处与其比武较艺的日本武人至少有7人之多。最初有泽井健一、宇作美，而后有川岛芳子的保镖白井等人。来挑战者一再落败，日本武人的不佳战况一度引起了当时日本驻北平军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对一个民间武人不能驯服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于是日本军方又派出了伊藤、日野、八田等人与王香哉约战，其中与日野和八田的对战最为惊险。日野是当时日本驻京1420部队柔道教官，此人早年在欧美学习过拳击，由于其武技突出，被日本军方聘为武技教练。此次约战，日野抱有必胜之心，通知了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据王宏宇、张伟等人记载，二人一交手便分出了高下，交手瞬间，日野便被王香哉手腕搭住，随即被摔在院内一棵枣树旁。日野跌撞在门前，半天未能言语。最后日野起身，用不熟练的中文问先生所用何技？王香哉讲中国武技而已。当时全场哗然，在场记者们纷纷拍下此时的场景。恰逢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在场，日野与诸多媒体走后，齐白石对王香哉此战大加赞赏，并且当场赋诗一首：原说日落已天黄，九州人有北斗明。庭院周旋只一刹，布衣群中堪玲珑。假虎假威非真烈，黄泥包中亦拥偶。亡魂故灵应犹在，万里彩云观长虹。从齐白石的诗中可以解读出，当时中国处危险之境，王香哉作为一介武人奋力回击，以小看大，国家的将来也呈现出诸多的期待。日本军界听到日野战败后，对其的表现颇为不满，并扬言日本拳术荣耀，我们将必胜。而后日本军方派出了八田一郎。八田一郎是柔道6段选手，曾代表日本参加1936年11届奥运会。八田一郎约王香哉在北平东安市场集市林餐馆会面，并放言此次必胜。当日姚宗勋、常志朗、王少兰等徒弟们担心王香哉的安危，劝王香哉讲：师傅，八田此次志在必胜，如果他胜了不用多说，如果他再败了，恐怕日方会恼羞成怒，动用非常之手段呀。王香哉神情泰然，告诫徒弟们：古人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等岂能因一人之安危而失国人之骨气？王香哉按时赴约，而后八田一郎落败。被王香哉击败的日本人中，泽井健一是必须要说一说的。泽井健一落败后想拜王香哉为师，王香哉以我没有外国徒弟拒绝了。但是泽井健一连续请愿了1周，最终王香哉收下了泽井健一。这件事引来后人对王香哉人生评价上的非议，认为抗日时期将国术传于日本人，实与汉奸无异。可是在当时不少中国武人公开为日本人做事的时期，王香哉若是愿意，早就获得日本人重用了，何必仅仅教一个泽井健一呢？
不过也有推论认为，日本军界多次派人与王香哉教义后，对其拳技颇为认可，他们非常信服王香哉是深谙中国武术真谛的。泽井健一拜王香哉为师，是当时王香哉一直未遭日本人暗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泽井健一在晚年时经常回忆王香哉，并在他的书中记载这么一件事：1945年日本战败后，有一天还在北平的泽井健一想要带着家人一起自杀，恰巧这一天王香哉到来，看到此情形后说道：日本人做事一旦失败，往往就想死，这是愚蠢的，死是没有用的。幸运的是你不会被杀，尽快离开中国，返回日本吧，把我的东西传给日本的百姓。在这之后，泽井健一多次受到王香哉的训诫，泽井健一最终于1947年返回日本。为了符合日本人的语言习惯，经过王香哉的同意，泽井健一在日本将大成拳命名为太气拳。泽井健一后来在日本被尊称为拳圣。从泽井健一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王香哉就能够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百姓区分开来，实在是弥足珍贵。在中国存亡之际，面对日本武人的不断登门造次，而国内部分武人与日本为伍这一态势，王香哉对拳术的定位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他开始提出国人习拳应该用来做何用的问题。自此，王香哉的新拳学上升到了民族需求的高度，他大声疾呼拳术应利群育儒。让我们来看一看1941年王香哉发表的第二部著作《拳道宗书》开头的一段话：拳道之大，是为民族精神之需要，学术之国本，人生哲学之基础，社会教育之命脉。其使命要在修正人心、抒发感情、改造生理、发挥良能，使学者精明体健，利国利群，故不专重技击异端也。若能完成其命，则可谓之全，否则是异端耳。拳道宗书咱们暂且搁下，先说一说此时的王香哉如何革新师徒制。我们以前说过，王香哉跟郭云生习拳有其实无其名，一直被此身份困扰，所以在其教学生涯中一直在思考改革传统师徒制。到了1940年后，王香哉完成了对旧拳术的总结与整理，对新拳术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同时在授权的过程中，王香哉也大胆地践行了对旧有师徒关系的革新。在四城学会体育班一面教授技击班一面教授养生班的过程中，他开始主张淡化师徒尊卑关系，倡导师徒以实战心境相视。在王香哉看来，师徒关系能否改善是改变旧拳术实弊的根本性问题。这一时期，王香哉对拳术之真是非常看重的。对门外，他登报倡导诸家拳术交流；在门内，他倡导师徒之间可为拳理而争。据其徒弟于永年回忆，师父教拳中常讲，想见我的真东西，你们可以趁我不注意偷袭我，看看我是什么反应。当时李伯圭、赵道兴、姚宗勋都是常与王香哉动手实作的徒弟，王香哉不但不训斥他们，反而很喜欢他们。姚宗勋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在教拳的过程中，先生并不排斥徒弟们与他动手教义，甚至是允许徒弟们趁其不防备动手的。到晚年也一直保持着这种风格。作为一个职业的武人，随时都要有防备他人之心，把自己推进搏杀的边缘，才能把拳艺发挥到极限。传统师徒关系下，大多数情况都是师傅怎么说，徒弟怎么练，徒弟不能质疑师傅，否则是大逆不道。而王香哉在教徒弟时是讲究问难的，也就是徒弟们可以质疑其训练之法，师徒间为了拳术经常互相探讨。实际上，王香哉的一拳著作刚写完时，都是让徒弟们过目，让徒弟们发表各自的看法与意见的。而后，王香哉在修改整理，最后才公开发表。王香哉常讲，学术之争有益，义气之争有害。据说姚宗勋、李建秋、李建宇等人便经常与王香哉讨论，比如发力
有学生问，入门时当求整体发力还是先分部求力？这个问题一度引起师兄弟们争执不下，便找到王香哉解答。王香哉讲，求力入手之时便应该整体发力，到后来人人如此。他反对分解求力，他讲一拳的力为爆炸力，发爆炸力哪一边都应是一样的。而姚宗勋、李建秋则认为，对于初学者，应在站桩时将发力方法分开，分站桩、晃桩、旋桩、上下摸劲等方法，才能使学生较快上手。王香哉也不反对，只是笑而不答。1945年以前，在王香哉的倡导下，义拳门内一直保持着拳义拳理互相争论，实战之风非常兴盛。至今，实作性传统在义拳门内依然有所体现。王香哉主张不拜师，让徒弟叫他先生，这在重礼仪的传统社会的武人看来是逆其道而行。虽然在当时的武学环境下，也不断有种种新的武学思想的出现，但是放弃拜师礼仪这一提法，在武术群体里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王香哉不论其他拳师如何评价，他仍一直坚持在门内推行，不断尝试对旧师徒制进行革新，并且在各种公开场合不断言说他对旧拳术师徒关系的认知。在北方诸多拳家的眼中，王香哉可谓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人物。他提出，传统教拳过程中对徒弟单方面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应该改为对师徒关系双方的约束和规范。师傅要为人师表，负起传业解惑的重任。他讲，你是不是我的徒弟不在于形式，即便你给我磕头3000，呼师8万，你没有学到我的东西，也算不得是我的徒弟。而你没有给我磕头拜师，但你有了我的东西，那你自然也是我的徒弟。然而王香哉也并非是死板僵化之人，如果实在是在盛情之下，部分学生要行拜师之礼时，王香哉要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常以虚后双方学识品德互有真切之体识后而行之。王香哉并不以拜门而另眼相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王香哉所讲的新师徒制并不是不要师徒制，而是要改变师徒关系的一些做法。所以他从未让自己的学生们完全抛弃师徒仪式，他的做法只是给后人一个参考。1941年，王香哉写就了第2部拳学著作《拳道中书》。1944年，王香哉在修正与调整《拳道中书》的基础上，写就了《拳道中书》第2稿。《拳道中书》第2稿的发表，预示着王香哉新拳学趋于成熟。在《拳道中书》中，王香哉全面检视中国旧拳术，以实战为主导，去除套路，保留中国诸家拳术的内核，融合西洋拳理念，从宏观架构上对习拳之目的进行定位，并将明拳理上升到习拳的首位。对于具体操作方法，也提出了可操作化的程式，以及各程式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创立了一套开放性的新拳学研究体系。有点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这个阶段的7妙法门训练体系已成雏形，但拳道中书中的文本中只是强调5妙法门，即站桩、示力、走步、示身与实作。1929年到1944年间，在中国尚武强种与救亡图存的危难时期，旧拳术种种弊端限制了拳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王香哉破旧立新的态度超过同时代的武人，对新拳术训练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是他一生中最坚决的时期。尤其值得再次提起的是，王香哉与吴义辉、钱彦堂等有强烈爱国情操的人士接触后，他将拳术与国家民族大义进行了深入关联。他提出拳为公用，习拳可利群育儒，以及滋养身心、开发人体良能，这些可以代表当时中国武人的最高心境。1944年以后，拳术革新者王香哉并未停步。下一个视频，我们将走进王香哉拳学深化的阶段。再会。